对面那边就是赌场。那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就是新葡京的赌场了。爬了好陡的坡，终于来到了，我们一起走吧。我们现在就到了主教山圣堂。这个主教山最早是在1663年建成的。那个前面在湖的那边就是我们这几天住的饭店。那当地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就叫做 Mago。他们葡萄牙人就用葡萄牙语来继续来说这个地方叫做 Amacau。我觉得这个上面的图画好有特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上面的图画画的都是非常的生动。Hello， 今天我要带大家到澳门。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从台湾出发吧。由于到了澳门已经是晚上了，所以我直接到酒店 check in。这是我这一次入住的酒店，大家看看这个酒店是不是非常的舒服呢？像客厅旁边还有一张桌椅，然后有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小厕所。进入房间之后，这张床真的非常的大，重点是它的浴室哦，浴室也非常的大，窗外可以看到整个澳门的景色，像红色的那一根就是澳门塔了。那眼前的这个是阳台的景色，看完了夜景，我们来看一下日景吧。哇，你看大家这个日景看过去都是澳门半岛，以及还有珠海的部分。那前面的这个湖叫做南湾湖，这是一个人工湖。然后澳门塔后面的桥后面就算是珠海的地方咯。是不是景色非常的漂亮呢？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到澳门的城市上面去走走看吧。那走出我的房间，先来看看整个饭店的样子。这个饭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它的景色一流，而且如果夏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你可以对着南湾湖还有澳门塔好好的游泳放松哦。来，我们现在去城市逛逛吧。那我觉得城市很特别的是，常常都有中文，下面配有葡萄牙语。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新葡京酒店了。走在路上，这些都是澳门的街景。我觉得澳门真的很多这种小小的地方，很像是欧洲的小山城呢。马路不大，但是呢，都是看起来也旧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景色。哦，还有这一个啊，常常在很多人的门口看到这个是拜土地神跟财神，这是一个华人民间的信仰。这里呢，就是最有名的议事亭前地了，所以这边有很多葡萄牙的建筑的特色。现在这里也都是最热闹的地方哦。这里是仁慈堂。
那因为我到的时候是元宵节，所以还保有很多庆祝农历新年的这些东西。这个是玫瑰圣母堂，又叫做板樟堂。那我这一次我也特地去了葡文书局看一看里面卖葡萄牙语的一些书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里面有很多可能在台湾看不到的一些葡萄牙文的书。那再来呢，这里就是最有名的天主教主教公署，看起来是非常可爱的建筑。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叫做主教座堂。在葡萄牙风格的建筑上有着中文，我觉得是中西合璧，非常有意思呢。主教座堂里面也是非常宁静漂亮的一个教堂。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澳门特别有的文化遗产。这个是前澳门总督府，也是现在澳门特区的政府所在地。这里呢是圣老楞佐堂。这个堂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堂哦。我现在就在 San Lorenzo 的教堂，那这里是一个堂区，这里的堂区看起来真的是很像欧洲的教堂呢。刚才从圣多伦索教堂出来以后，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而且也觉得非常很不可思议的是，一直到现在，澳门还保留了很多跟葡萄牙有关的历史遗产。我觉得虽然现在在澳门没有很多人讲葡萄牙语，但是这么多的葡萄牙语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不断的提醒我们，澳门是一个很特别，也有它自己特色以及历史传统的一个地方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上面的图画好有特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上面的图画画的都是非常的生动，把耶稣的故事画的非常的让人家觉得，透过画面你就可以感觉得到那种神圣的氛围。那在刚才我们看过的 San Lorenzo 的教堂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普通话叫做圣若瑟修院，就是 Saint Joseph 修院。那我们现在就上去吧。在天主教堂里面，让你感受到心里非常的平静。你可以把你心里的重担，或是你的烦恼，或是你的担忧，分享给天主。那相信在天上的主呢，都会听到你们的声音，给你们的安慰。同时，玛利亚她以母性的慈悲，也会给你力量哦。
那接下来是钢鼎剧院，旁边就是圣奥斯丁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看到这个在我饭店看到一个山坡上的一个教堂，要去这个教堂要走很陡的一个斜坡。爬了好陡的坡，终于来到了，我们一起走吧。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主教山圣堂。这个主教山最早是在1663年建成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历史文化遗迹呢。对，那相对于历史区的主教山教堂这一区，对面那边就是赌场。那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就是新葡京的赌场了。那个前面在湖的那边就是我们这几天住的饭店。然后在遥远的一方，你看到这边有很多桥连接澳门半岛和荡仔。那在遥远的那一方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港珠澳大桥，连接香港和珠海的珠江口大桥。其实我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原来珠海离澳门这么近，就在一海之隔的对面而已。大家现在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澳门最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妈阁庙。而且这个妈阁庙也是澳门这个名字的由来之一哦。听说澳门为什么叫做马靠，就是因为当时葡萄牙人来到这个地方，问了当地人，那当地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就叫做马沟，他们葡萄牙人就用葡萄牙语来继续来说这个地方叫做阿马靠，所以马靠就是从葡萄牙文的阿马靠这个字来的。不管怎么样，这种说法也是非常的有趣，也见证了当时澳门这里就是澳门最一开始面向世界、面向欧洲葡萄牙贸易的这个地方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郑家大屋。这是一个融合中式和西式的一个房子。那在郑家大屋前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遗迹，叫亚婆井前地。接下来就会带大家看一看夜晚的澳门的城市。放心，我不会带大家去看赌场的，只是会路过一些特别漂亮的一些建筑，像这一个呢是陆军俱乐部。我觉得澳门夜晚的霓虹灯真的颜色非常的抢眼，那种红色、绿色、黄色，那种看起来非常的强烈，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不太舒服的。那当然也不少赌场的门口是有非常华丽
非常浮夸的那种装饰。像那种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你面前闪耀着，其实会觉得这是一个夜晚，非常的喧嚣。接下来继续带大家看一看一些著名的观光景点，像这一条大马路叫做荷兰园大马路，这里以前也是葡萄牙官员他们常常活动的地方呢。那因为我的专业是文学，所以我特别想去看看澳门文学馆。这里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屋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咖啡厅，在附近是青少年展艺馆。这个建筑叫澳门文化局，这是不对外开放的。那再来，这是最有名的大3巴牌坊，只是这一次我的重点不是来看这个牌坊，而是到旁边的澳门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呈现着很多澳门特色的一些文物以及街景。这个是据说是最早的印刷机。那在澳门博物馆的上面有以前留下来的炮台。那我现在要离开澳门半岛，前往澳门半岛对面的荡仔，因为这里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是龙环葡运住宅式博物馆。我觉得这种有葡萄牙殖民特色的建筑都非常的可爱，它们的颜色都用得非常的漂亮。当然，这些颜色也是后来澳门政府有试着努力去恢复它的美貌，否则现在也看不了这么漂亮的保存这么完好的遗迹。在上面是加莫圣母教堂，从这个教堂往外看可以看到湿地生态区。那在生态区旁边有很多漂亮的花团锦簇，让人感觉到春天来了。其实澳门也不冷啦，呵呵。好的，那接下来要准备带大家去看一看奢华的浮夸区咯，那就是有几家酒店非常的浮夸。第一个是澳门威尼斯人，旁边的澳门巴黎人也都非常的奢华浮夸。比方说一进去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夸张的这种布置，那威尼斯人也是非常的夸张哦。比方说你看下一张图片，是不是这个是一般酒店的大廊，让你真的有一种觉得太夸张了吧这种感觉。当然喜欢奢华风的人会觉得这里真的有一种满足那种在宫廷有钱人家的这种感觉，所以那当然这不是我爱的风格啦，所以我只是路过看一看啊。在身后的这个纪念物呢，就是上面写的澳门主权移交中国满25年的纪念日了。其实想一想，不管是香港或是澳门，他们现在都已经回归了中国。那我们也可以说这100多年以来，澳门更久反正这几百年以来，香港、澳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中国的历史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也有很多不同历史境遇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一个庆祝的这个标志放在当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第一个上岸的这个地方，让我觉得非常的具有这一种古今交错，而且也让人家透过这种时间的差距去好好的想一想历史有趣的地方。
那影片最后带大家来看一看空中的景色。从澳门起飞之后不久呢，你其实就会看到港珠澳大桥像一条龙蜿蜒在海上，那尽头就是香港的大屿山了。那从澳门起飞的飞机好像都会经过香港国际机场，由香港的塔台来管制陆续离到场的飞机。可能因为香港机场太繁忙，所以从澳门起降的飞机也需要透过香港来连接不同的航空区域呢。接下来的景色就回到台湾咯。那这个影片都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